2020年4月19日，中国人民银行数字货币研究所相关负责人表示，目前数字人民币研发工作正在稳妥推进，先行在深圳、苏州、雄安新区、成都以及未来的冬奥场景进行内部封闭试点测试。那么针对这一热点，嘟嘟整理了几个网友比较关注的问题：究竟什么是中国版的数字货币？它和比特币究竟有什么区别呢？如果未来中国全面铺开这种数字货币，纸币逐渐消失，我们手里的钱将到哪里去呢？我们对数字货币的认识都源于比特币，它的腾空出世改变了我们对货币的认知。那我们就先来谈一谈比特币。说到这个问题，我们不得不提到一个神秘人，这个人叫做中本聪，听上去像是一个日本人的名字，但至今为止还没有人知道他是谁。那些自称为中本聪的人往往都不是他本人，因为中本聪本人说过一句非常有哲理的话：人人都是中本聪。很显然，中本聪根本就没有想过要公开身份。他做了一件事，什么事呢？就在2008年的时候，他发表了一篇名为《比特币：一种点对点式的电子现金系统》的论文。在这篇论文中，描述了一种被他称为比特币的电子货币及算法。2009年，他发布了首个比特币软件，并正式启动了比特币金融系统。2010年，他公开了软件的源代码，将其开源，并将项目移交给比特币社区的其他成员，然后就凭空消失了。它的发行量是由算法决定的，总量恒定为2100万个。其次，比特币没有一个集中的发行方，而是由网络节点的计算机生成。它用挖矿算法解决了货币的发行环节，并且永远不用担心通货膨胀的问题。最后，谁都有可能参与制造比特币，而且可以全世界流通，可以在任何一台接入互联网的电脑上买卖，并且在交易的过程中，外人无法辨认用户的身份信息。它的底层技术采用的是区块链技术，每产生一笔交易之后，需要全网51%的节点验算通过，这笔交易记录才会被记载到区块链上。这就是区块链的核心激励层所要完成的工作内容。这种工作方法叫做工作量证明法，它主要解决的是拜占庭容错的问题。但是由于这款软件是开源的，并且这种工作量证明法效率非常低下，所以后来很多比特币的狂热粉丝都纷纷对这种方法进行了改造，想要攻破51%的节点进行数据篡改，简直是不可能的事。因此，这种区块链技术主要解决的应用场景是信任的问题。对比中国版的数字货币和比特币，除了最终的表现结果都是一种数字形式的货币以外，其余概念完全不同。中国版的数字货币软件代码是非开源的，中国版人民币的发行量也不由算法决定，它是将央行现有纸币存量1:1的兑换成数字货币，而未来这种数字货币的发行量仍然掌握在政府手里，这点源于凯恩斯学派的理论。这一学派的经济学家们认为，政府应该积极调控货币总量，用货币政策的松紧来为经济适时的加油或刹车，所以这里并没有什么对错的区别。那么政府如何发行这种数字货币呢？首先，央行如果准备发行1000元的纸币，它就会把这1000元置换成1000元的数字货币，然后跟下面的商业银行谈，哥们儿，我手里有1000块的数字货币，现在经济形势也不太好，稍微给一点利息就行。于是下面的商业银行跟央行打了个白条，就把这些钱用很低的利息很快就放出去了，等收回来之后再连本带息的还回央行。而我们手里现存的纸币也可以在各大商业银行的 ATM 机中兑换成数字货币，在商业银行归还本息的时候捎带着帮你还到央行那里继续替换成数字货币。第二个问题是，我们手里的钱将到哪里去呢？真的到中国版数字货币全面铺开的时候，可能在我们的手机里就会多出来一个叫做数字钱包的 APP。 这个钱包不需要绑定任何银行卡账户，但是你的钱放在这里也不会有利息。它更类似于公交卡，当你要支付公交费时，只需要感应公交卡机，再通过人脸或指纹进行支付授权后，即便是在双方网络都离线的情况下，依然可以完成支付。当然，你也可以自由地将数字钱包里的钱转移到支付宝、微信钱包、各大商业银行的 APP 里，最大限度地让我们对这一重大变化无感。实际上，我们现在就已经很少用纸币进行支付了。我是裴嘟嘟，每天和我一起长姿势。